本来我不想公开，但见很多人修行数十年，总在浪费时间，所以我诵几句真正修禅定真口诀与众人。要入禅定的真口诀就是随便做，做得舒服，做得开心，然后就是保持这种平常心。如果你的内心真的一无所求，一般做15分钟到半小时，就可以进入欲界定或者出禅前的禅相。以上几句看似不入流的简单章句，的确是真口诀。只要你能以舒适的姿势坐着，然后保持着一无所求的平常心，一念不生的无求平常心，15分钟到半小时，一般都会入到欲界定或出禅前的3种禅相。欲界定就是心静久了，目前出现一幕幕朦胧的图像，一般入到欲界定是朦胧中看到大海、大湖等图像，或者是看到像烟雾一样的光，这是出禅前的第一个禅相。如果你定力再深，就可以看见月亮，再下去就是看见太阳，太阳过后是黑夜，明黑尽成就心，再下去就是真正的禅定。传说中的炼精化气、断男女之贪欲是初禅中进行的，所以4果罗汉中的初果罗汉与2果罗汉证不到初禅。所谓能断男女之欲，为3果以上罗汉能证初禅。断男女之欲，是因为只有初禅以上才能谈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。禅门丹法就是主修宝刃，然后初禅、2禅、3禅、4禅，自然步步渐进，一念不生，无生法忍，就是禅门丹法的起手法。世尊当年有亲手所书丹经1卷，后传入中土半卷，后来连半卷也再找不到了。我寻了近10年，终于找到西天28祖中土达摩祖师传至6祖的不立文字禅门丹法。佛祖心印，初修一念不生的第一个阶段是定中见烟光，接下来就是月亮、太阳。这个阶级会出现的事项就是口水静久了满口，这个口水就是天一生水，就是精气神从自性中生，吞入下丹田，即是道家所说的天游接命、玉液还丹。此时用天眼内视，会见到下丹田有一方白光玉丹，故名玉液还丹。华严经颂云：有数无数一切解，菩萨了之极一念，于此善人菩萨行，常勤修习不退转。华严经记又云：若人欲识佛境界，当尽其意如虚空，远离妄想及诸物，令心所向皆无碍。6祖大师又云：慧能无计量，不断摆思想，对静心熟起，菩提怎么长？以上记所说，其实是禅门丹法的起手法。一念不生，3际脱空，保持再保持，后口中甘露满口咽入，即是道门所说的玉液还丹。故法华经记云：白玉齿边流舍利，红莲舌上放毫光，喉中甘露涓涓润，
醍醐灌顶滴滴凉，也即驴足百字名。所得白云朝顶上，甘露洒须弥。自饮长生酒，逍遥谁得知？一念不生的第二个阶段，便是密宗所说的炼红白菩提，道门所说的提牵相供，卯酉周天，禅门所说的法轮常转。当然，法轮常转有2个情况：一，小周天合车自转，炼化真火真水与阿赖耶识合一，故名法轮常转。二，三元合一结大丹后，大丹日夜自转，故名法轮常转。合车自转，大丹自转，可炼精化气，可断贪，可炼气化神，可灭嗔，可炼神还须可灭痴。这部会出现的突出事项就是合车自转，丹田自转，真火生而真水菩提月夜，甘露从顶降。是故陈泥完云，子时气到尾驴关，加几何车透赠山，一颗水晶入炉中，赤龙含汞上泥丸。翠须篇又云，醉倒酣眠梦熟时，满船在保过曹溪，一才识破丹机后，放去收来总是一。翠须真人陈泥丸说的2剂是大药过关时的剂，他为何用曹溪水来形容金丹大药，而不用黄河水、长江水来形容金丹大药？原因很简单，道门内丹实是禅门佛祖心印与道教阴阳五行之说的结合，然骨髓依然不离佛陀密旨。一念不生的第3个事项便是玄关开，玄珠入顶。这部是禅门丹法最重要最秘密的口诀，我查遍丹经数十卷，未见有一人肯说透。此便是禅门丹法与道门密宗丹法最大的区别。众人都知玄关极重要，以为出自道门，其实玄关一词出自佛陀亲书的无名经。经云：其下为下丹田，心下为中丹田，双眉间为上丹田，真气通过此3丹田，余液净时，战战兢兢，拔迷雾，玄关开，悟心来。以上是玄奘法师密译的佛陀唯一亲书的无名经，是30诸佛最高最秘密的心法。所以我常劝人万万不可谤丹法，因为我深知丹法乃30诸佛究竟了义的秘密法，谤之罪过重比亿万须弥。玄关口诀乃禅门祖师祖祖秘密口口相传，因不立文字，故无文字可查，所以玄关口诀我暂时只说1/3。玄关切乃道家所说的泥丸功，玄珠乃元神阿赖耶识，俗称的灵魂。玄关开后，当下极具5通乃至6通具足，甚至当下证阿罗汉果。佛陀在世时，很多大阿罗汉几天正果，当下正果并能马上显大神通，是因为玄关开了。玄关内的玄珠就是禅门祖师所说的真种子。6祖说的有情来下种，丹落田成，有丹才有田，有真种子才能养真法身。
在禅门丹法中，所谓炼丹、争果位了生死、超凡入圣，是从玄关开，真种子落入丹田开始算的。此部分口诀古今少人说，但也有谢天机者。我则一二与众人，如代唐禅师云：应无所住生其心，阔彻圆明处处真，直下顶门开正眼，大千杀界现全身。以上所说的直下顶门开正眼，就说玄关开后，玄珠真种子从顶降入丹田，张用成云，一粒灵丹吞入腹，使之我命不由天。龙眉子云，形如雀卵团团大，见四离珠颗颗圆，龙子脱胎吞入口，此身以正路行仙。龙眉子此记所说非常真实，我的经验与龙眉子所说非常像，就是头顶一个白色的珠子，像鸟蛋一样咕噜一声自然落入丹田，丹落田成，才是真的炼开始。我见道门丹经往往在大要过关前有7、8节的修法，其实禅门丹法1、2步就到大要过关，玄珠入顶了，修一念不生的第4步会出现的事项便是10月育圣胎。按以上一步不勤修，时时处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心之妄想而不随，接下来就会到达3元合一、3气合一、3魂合一的境界，成就大丹，进入10月怀圣胎的境界。养胎之诀还是一句：一念不生，保持一念不生的心境到散乱与昏沉的中间，此便是圣人传药不传火候，真传口诀的火候位中。中者正念也。修一念不生的第5步会出现的自然现象就是阳神出顶。阳神如何出顶？有何口诀？功夫其实还是一念不生。当金丹成熟成相，心静至极，就会轰的一声从中丹田升到上丹田，至雪白满天飞，葱门骨软。心静至极，就会轰的一声生出顶门。当然，以上所说的修3际脱空宝刃法的事项，不是一座禅定中完成的，是一天天、一月月、一年年的步步渐进，非一步登天。修密道禅之人，身体结构皆同，管你修什么法门，心境久了都会出现以上事项。梵语禅定即中文静虑也，所以心静者皆能证以上次第。故佛陀云4禅8定乃30诸佛必经之路，原因在于此。以上丹道次第与4禅8定6神通要正道，除了要悟得中，悟的一念不生，3际脱空外，做功夫的第1步就是站桩与坐禅配合，动静同修。修禅定静功的第1步，找到自己相应的禅定姿势，寻找与自己禅定的姿势方法如下：你到18罗汉堂、500罗汉堂，试一下500罗汉的入定姿势，然后选出一尊与自己觉得坐得很舒适的禅定姿势，然后把这尊罗汉
请一尊回佛堂供养。这尊罗汉就是看守你从修禅门丹法到你成道的灵师，千万不要执着于什么单盘双盘，此是后世的秀才兵书，害人不浅。入定不一定要单盘双盘，不要听秀才讲空头理论。18罗汉、500罗汉，每位罗汉入定的姿势都不同，行住坐卧那个姿势不能入定，只有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修禅姿势，才能谈下一步的修正。众生各个根器不同，所以修禅定的姿势也是各个不同，希望各位能悟其中真旨。另外，禅门祖师除了有心法口诀秘传，还有动功易筋经与站桩法相传。动功我就暂时不说，时间已经十分紧迫，希望大家能快点进入真正的修行之境，而不是研究阶段。希望大家能明白，大道至易至简，真口诀其实很简单，只怕你信不过。佛说法49年，说84000法门，离不开一个静字，离不开一念不生。其实一念不生，心无所求，便是真口诀。你信吗？你能坚持吗？如果你认为我所说太简单，想找一本丹经参考，我建议你看看隐真人的性命归旨。依我所证及禅门秘传丹法看，我所读过的丹经中，我认为说的最真实明了。暗合佛祖密旨的丹经是性命归旨，我刚入修时便看过性命归旨，可惜因毫无所证，故读不懂。当我的禅门西天28祖、中土6祖秘传的丹法并略有所证实，再回头看隐真人的性命归旨，发现隐真人所说暗合佛祖密旨，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白白浪费30余年的青春？要有所证，即生成就。我劝诸位放下门户之见，密道禅诸家都应该了解，抛开文字的迷雾，悟得真正的佛旨。入定的技巧：一、入禅定的条件，要离五盖。修禅定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按照佛教的禅定修法，不管修哪一种禅定，都要进入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和四禅，这样渐进的修上去。要入定，就要具备一些因缘，就是当时要离五盖。所谓五盖是昏沉、掉毁、嗔、疑，还有贪欲。当这些烦恼没有现前的时候，如果修法正确，都有机会入定。如果有这些烦恼在的话，就很难入定。除了烦恼的因缘之外，我们身体上有某些障碍，也会影响我们入定。初禅的诀手，要入定，首先要有入定前的一些诀手。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的身心都很舒适，修法又很正确，那么他要入定之前会产生轻安的现象，即全身非常舒服。一般人的感觉是全身轻飘飘。初学禅定的人在入定前会有轻安现象，有些人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大，
甚至整个身体都在膨胀，大到他会觉得充满这个世间。有人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小，或身体浮起来，这些都是清安的现象。这种现象过后，就会产生很快乐的感受，这都是入出禅前清安的觉受。在禅定里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都有不同的快乐感受，到了四禅就没有乐受了。入定的人一定会觉得全身很舒服，很快乐，这快乐的感觉会使他身上原有的病痛等不舒服感消失。另外，当他入定的时候，呼吸一定是非常均匀、非常舒适的，呼吸一定会变得微细。我们可以从这些现象分辨出入定的一些情形。根据经典说，入初禅会生起觉、观、喜、乐、定五件事，称为初禅五支。初学者入定时是分不清楚这五支的，所以初学者不必先理会初禅五支，以免分心。初学者可以从心念集中了，呼吸变微细了，身体非常舒服了，以这些现象来确定自己已经入定了。另外，初入定的人往往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从非常舒服的感觉中出来之后，会觉得忽然脚酸、麻、痛了，但是在他出来之前却不知道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初禅只有乐受，没有苦受，所以你静坐到心念很平静，身体非常舒服的时候，一旦休息就感觉全身疼痛，这表示休息前你入了初禅。这是很多修禅定的人都有的经验，但是有些人不但不明白为何麻、痛，还会否定自己已经入定了呢？原因是被那些讲经教的老师误导了，那些法师不明白入定是怎么回事，将入定讲得很难很难，甚至于听到你修禅定，他就会说小心着魔。其实四禅八定不是佛教专有的，外道也会的。为什么佛教一讲起禅定就怕会修出问题呢？原因是没有正确的去认识初禅到四禅是什么。入定不是等待机会。刚才说入定过程有呼吸的变化、心念的变化，还有身体感觉受乐的变化。许多人不懂得怎样利用这些变化来认识入定的道路，所以都是先安坐，然后继续坐，时间久了，他不知不觉地进入定里面了。到底什么时候入，怎么入，他不知道。这样的修行人往往认为必须做得很久很久，总之做久了就一定会入定。其实做久久而入定，就是不懂如何入定。他不知什么时候入了定，也不知自己怎么入。懂得怎么修定的人，要懂得如何入定与出定。不懂修定的人，即使入了定了，也不知道是入了定，就那样在那里傻等。很多出家人都能进入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甚至有的出家人修到了四禅。他们的静坐经验是什么呢？原来每一次他坐下来时，总想体验他上一次静坐的觉受。
然后就等时间到了，他所期待的体验又出来了，就如此入定了。大多数的出家人都是这样的，期待上一次静坐的体验而入定，这就是他不懂得如何入定，就不信一瞬间也能入定。为什么他不懂呢？原来很多人忽略了入定的过程，由于不观察入定过程最重要的讯息，只好等待所体验过定中的舒服感觉。当那体验出现时，他才认为，哎呀，我又在定里面了。这说明他没有观察入定的过程，所以他每次都不知不觉地入禅定。而入定最重要三事：心系、嬉戏、乐受。在禅定的学习里，要学习认识入定的过程。其实过程很简单。为什么说很简单呢？因为在禅定里面有快乐的感受，呼吸很细，心念也很微细。就凭这三件事情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当你入定时，呼吸一定是从粗变细，心念从粗变细，身体从没有乐受变成有乐受。就是说，入定的过程中至少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在变，你要小心观察它变化的过程。如何观察初入定时的三事变化？要什么时候观察这三件事呢？当你静坐时，一旦觉得呼吸很细，没有杂念，心念很平静，全身有乐受出现时，你不要留恋在里面，要快点退出来。为什么要如此呢？因为当你发现身体快乐，心念变细，呼吸变细的时候，你就能在退出时观察它的变化。你会发现心念变粗，呼吸变粗，快乐的感受在退。当乐受完全退时，你就快点再度集中，先想我要再度入定，然后再度集中于修法。如此，你一定有能力再回到原来的教授。也就是说，你刚刚从初禅下来，你一定有能力再回到初禅。你再度集中的当时，就快点注意观察三件事的变化：呼吸变细，心念变细，还有乐受又出现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件事，因为这过程就是入定的道路，所以要你去观察心念怎么从粗变细，呼吸怎么从粗变细，怎样从没有乐受变得有乐受。这就是你自己要去认识的道路。什么时候观察此三件事？火候就是当呼吸很细，没有杂念，心念很平静，全身有乐受时。每次一静坐，你就要想我现在就要入定了。初学者一般是做不到的，你必须做一段时间，做到乐受快出来了，没有杂念了，心念微细了，呼吸微细了，这时候快点退出来。一退出来了，你就想我现在就要入定了。这时你一定办得到。在入定过程要观察三件事在变化：心念、呼吸和乐受。重复练习出入定过程，这样小心重复观察入定三件事情：心念、呼吸和乐受，
你就会懂得原来入定过程是这么回事，必须重复训练，上去，下来，再上去，再下来，做越多次越好，以后你就会越来越快地入定。一般人不懂得重复训练入定，只会贪着乐受而住在定中的乐受而不想出来，一直待到定力退了才出来。如此修定者能入定，却不懂怎么入。所以任何人初入禅定，千万不要一入了定就不出来，应该是一进去就快点出来，然后再快点进去，快点出来，一直重复做到你很熟练了，很清楚如何入定后，才来加强定力。所谓加强定力，就是进去了不要马上出来。在练习加强定力时，要在定里多久呢？初学者入初禅千万不要太久，5分钟就好了，在里面待5分钟就要出来，但是不要下坐，然后再进去5分钟后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初禅里待得太久，心念可能会更细而离开初禅，甚至于深入到更高禅定，呼吸更细，心念更细，也更快乐。于是你对初禅心念的粗细混乱不清。也就是说，练习加强初禅定力时，他在入初禅半小时内要出入定6次，这样不但修了半小时的初禅，而且懂得出，懂得进。当每次出入定5分钟做得很熟悉，很有把握了，你就去入定10分钟或者15分钟。15分钟有把握了，你就去做1小时，就这样的加强定力。当你觉得这个定很稳固了，然后才能设法进入另外一个禅定，这就是所谓入定的技巧。3. 解除入定的障碍。刚才说修禅定有一些障碍，一个是五盖的烦恼，另外是身体的某些障碍，气脉阻塞造成身上的疼痛。关于身体的障碍，一个在胸前，一个在后背。在静坐的时候，身体里会有气的运转，就是说，当你精神专注在你所观的境时，你必然会全身放松。身体一放松，你身体的气就会运转起来。气功师会说是在练气功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在专注修定，但是因为你的心专注在一个境里面，对身体不理会，你的身体就会放松，身上的气就会运转起来。当它运转的时候，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气脉阻塞，气运转到那里就会疼痛，于是禅定就修不好。一般受寒的阻塞都在后背，一般呼吸或心理的问题会造成前胸阻塞，忧郁、劳心、嗔心等就会感觉胸口闷。还有一个就是胃的部位，有些人胃寒，他做到一定时候就会打嗝。当你静坐到身上气感发动时候，若身上有疼痛而不是酸痛，表示你静坐做得好。为何说好？原因是身上有病痛，你平时不知道，你静坐的时候气要打通病灶而痛，你要去处理病痛。如果你不去处理，气就会干扰你，
如果你不去处理它，而每天坚持做，慢慢的也会自动打通，但是要花很长的时间。如果你们发现任何的疼痛，都要将它处理掉，不要认为出现病痛是老师教错，或者是修错。过去在静坐时若受到惊吓，以后每次静坐就会胸前痛，你要找医生或者气功师帮你调理，以免继续干扰静坐。要记得，在静坐时若受惊吓，不要立刻就睁眼动身，应该静下来，吞口水或者将气引到丹田，过后找人处理。背后有几个部位，就是会阴、命门、肺腧、大椎、玉枕等。静坐时会有气通过这些脉轮穴位，如果这几个部位阻塞，会造成一种冷热现象。一个是在肚脐背后的命门冷，会导致腿冷麻，还有胸口背后的肺腧穴一旦受寒就会冷疼。感冒的时候，大椎往往会冷痛阻塞。如果是大椎阻塞，你静坐的时候会觉得背后很热很热，但颈项以上凉凉的，这是气不能上来的缘故。如果是脑后的玉枕阻塞，你会觉得整个颈项发烧，头重重的，这也是气不通阻塞。有这种现象，你一定要去处理它。处理不了，只要长久的做，虽然被困扰一个时期，最终它也会通。当气自动调理过去造成的病灶而痛，说明你静坐有进步。所以说，坐久出现痛是好事。不明白的人就会因痛打退堂鼓，头上流气，久了造成头痛。大多数人静坐几天后，太阳穴和眉心这一带痛胀，这是静坐时不小心造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静坐时气会升到头上，很多人没有觉察有气留在头上就休息了，一次流一点点，用功几天后就会疼痛。情况严重时，嘴唇裂，舌头生疮，睡不着，虚火上升，这些都是气留在头上造成虚火病气。好多出家人都遇到这方面的问题，自己被气干扰成病，对修炼时的气无知而修成虚火外道，却骂气功是外道。所以每次静坐之后，头上某些部位会有气，你如果有把握处理这些气的话，可以用任何方法处理。处理气的阻塞是不分佛道或外道的，外道有好办法也可以采用，不然的话，最好循古人的规矩，静坐完了之后，先搓热手掌，以爪梳头，以掌洗脸，以指按摩身体手脚。按摩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立刻睁开眼睛，按摩完了之后才能睁开眼睛。按摩就是让你将积在头上或身上的气疏散掉。另外有些人静坐完了就去睡觉，这是要不得的，这样容易造成头疼。如果这些问题你都懂得处理，你就不会被气干扰，不然你静坐到最后，你会因周身不舒服而心灰意冷。静坐到了一定时候，敏感的人都会发现有气在运转，
大多数人都经验过太阳穴会发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我们修心养性会产生清净的气，贪嗔淫欲会产生污浊的气，清净的气向头上升，越清净的气升得越高，污浊的气往下降，越污浊的气降得越低，最高到头顶百会穴，最低到小腹下的会阴穴。所以当心念清净到接近初禅的时候，你身上清净的气就会升到眉毛的这个水平，是一个水平，不是眉心一点。在二禅的时候，会有一股清净的气升到发际这一带，就是头发和额头之间。在三禅的时候，会有一股清净的气在百会里。如果你到四禅，那股气就会在头顶外面了。细心的修禅定者都会发觉这种现象，就是静坐后这几个部位会有气，因为不了解这种现象，所以不晓得处理这些气，造成有些人会有不同部位的头疼。回归平时状态，下坐前要按摩头和身体。你每次静坐完了，一定要让这些气降下来。有些人很敏感，他会知道；有些人不敏感就不知道。不敏感的人静坐之后，要好好的按摩，以避免气留在头上。如果你用按摩处理不了，就要做一些观想，观想气慢慢的从头上降下来。你可以用手掌心面对自己的头，慢慢的向下拉，向胸前中间拉，拉到丹田，重复做这个动作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你可以拍打来处理留在头上的气，用空心掌拍打，拍后会觉得你头上的气粘在手上，要将它甩掉。如果这些你都懂得处理，要进禅定是不难的。有些人已经做很久了，虽然没有什么杂念了，总是不能入定，没有乐受。为什么呢？多数原因是身体有病，造成心无力集中，于是没办法入定。因为禅定是很强的心力集中，如果心力集中达不到相当强度，就没办法入定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力无法集中到所需要的能量。所以身体比较虚弱的人，静坐前就要吃一些补气的药。4. 静坐的气场。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，他到某个地方很容易就心静下来了，总觉得到这个地方静坐很快就入定了。其实是那个地方的气场很好，对他有帮助。虽然外在的气场对修行有帮助，但是靠外在的气场不如靠自己本身的气场。就是长期静坐后，你也会形成本身的气场。至于气虚的人，要吃一些补气的药来加强，他的静坐才会进步。身体健康的人就少吃补为妙。你静坐的场所不要整天换来换去。如果你在家里，最好每天在同一个座位坐，你会在此座位上形成一个气场，以后你再回到同一个座位，就很快能够定下来。这是环境的影响。还有你周围的同学做得好的，靠近他你会沾光，就是说他的气场对你有帮助，而你的气场对他会有干扰。
如果他的气场很强，你对他的干扰就会很微小，没什么影响。如果他本身的气场不是很强的话，你的气干扰了他，敏感的人就会心烦了。有病者的气场会干扰身边的同修者，所以当你觉得坐在这个位置非常不舒服，可能换个位子就好了。5. 修定时间的长短。修禅定一坐要做多久，不一定非要坚持做完一支香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没有昏沉、掉局、散乱，你就必须坚持。如果你有很严重的昏沉、掉局、散乱，那么你就要自己去衡量时间。如果开始15分钟做得很好，过后昏沉、掉局、散乱，每次都如此，我劝你不要坚持。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坐走交叉修。因为静坐开始的5分钟你做得很好，15分钟以后的效率就差了，那么你就做10分钟，经行15分钟，然后再做15分钟，再经行15分钟。如果你这样修，也就是说4个15分钟里你都能正念清楚的，那样修行就很有效果。如果说你做了15分钟之后，因为精神不好，心无法集中地坚持到1小时，那是浪费时间。不要听人家说硬要做完一炷香就是好事，不见得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如果你今天精神很不好，睡眠不足或其他原因造成疲劳，那么我劝你快去睡觉。如果不是烦恼，而是精神疲劳，睡饱了再来做效果会更好。入定是否入得越久越好呢？不一定。如果你要深入禅定，就必须做得越久越好。如果不是，千万不要做得太久。为什么？禅定做久了会贪。贪什么呢？就是他每次一进去就不想出来，一旦你入定就不想出来，这就是贪。因此修禅定时，在入定之前最好先规定出定的时间。假如你要进初禅，你就自我规定，现在我要入1小时的初禅，这样你入定后坚持1小时之内，不要上更高的定，也不要下。如果我现在要再入初禅15分钟，那么15分钟后一定要出来。6. 修禅定有3种自在，就是入定自在、出定自在和在定自在。什么叫入定自在？入定自在就是任何时候我想入哪个定，就能够入哪个定，这叫入定自在。比如我要进初禅，就一口气之间进初禅；我要进3禅，就一口气之间进3禅，这叫入定自在。如何是在定不自在呢？如果我要留在初禅，心念老是要溜上3禅，结果自动到了3禅，这是你的初禅在定不自在。什么叫在定自在呢？如果我要入20分钟，我进去出来就是20分钟，这叫在定自在。如果我说进去20分钟，1小时了才出来，就是贪着禅定，
明白了吗？就是说，你入定前要定下我现在要入定多久，然后到那个时间出来就不是贪。如果你要20分钟，结果是1小时才出定，就是贪，明白吗？也就是说你不自在。出定自在就是坐禅的人想出定，一想出来就出来了，身心就恢复到入定之前的状况。不要以为一睁开眼睛出定就能身心恢复常态。如果你出定后会觉得头发胀，被气锁住，很不舒服，这是出定还不够自在。所以修定有所谓的出入定自在和在定自在。当你们熟悉了各种禅定之后，你每次入定之前最好给自己预设一个时间。禅定差别，进行定与安止定的差别。刚才说到禅定有1、2、3、4禅，我用灯楼比喻，1、2、3、4禅就是心集中的能量高低，犹如你上一幢楼，上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，表示说1禅、2禅、3禅、4禅，那是不同的高低的集中力，也就是心的能量。当你的心念达到入禅定之前的集中力，称为未到地，或叫做进行定。有初禅的进行定，二禅进行定。进行定是什么意思呢？进行定好像你上楼梯到某一层，因为还未进房间，你可以继续往上爬，也可以爬下来。入根本定也叫安止定。进入根本定好像进了房间，你就不能上下爬了。在进行定能上也能下，在安止定不能上也不能下。初禅进行定是心念的集中力达到了初禅的水平，不等于你当时进入初禅，所以上导初禅进行定不等于进入初禅安止定。当你进入初禅，会有进入的感觉，整个人沉入在里面。这时若要上下，就必须从初禅出来，你就会有从里面出来的感觉。就是说，进去和出来犹如进出房间，上去和下来犹如上下楼梯，是不一样的。禅定之间的觉受差别处，初禅与二禅最大的差别是，初禅的心态有觉有观，很容易被声音干扰。初禅的人听到声音，心就乱了，所以佛说声音是初禅的刺。二禅的心态无觉无观，声音的影响你都如如不动。三禅和二禅的差别是，在三禅你会觉得身体不存在了，但是感觉头还在，觉得全身很快乐，却不知道身体在哪里。到了三禅，呼吸很微弱，有些人会觉得呼吸困难，主要是呼吸不正常及胸口有毛病而造成的障碍，一般是忧郁、易怒及紧张的烦恼造成气结痰中血。有些人到了三禅，心脏会跳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三禅的呼吸很微细，那些心没有力的人会觉得心脏负担不了，会跳得快一点，这样他就应该在三禅多待，慢慢的适应，最好是吃补心气的药。上四禅
呼吸就要停止了。有些人会呼吸停止不了，他就只能留在四禅进行定，无法进四禅。你如果深入四禅，外面的声音是都听不到的，那是最好的四禅。如果一个人在四禅里面听不到声音以后，这个人就可以进一步修第五个定。如果你只修到四禅进行定，还会听到声音，就没有能力进入第五个定。禅定越高，定力越强，心念越细，呼吸越细，感受越快乐。但是从三禅进入四禅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，那就是一旦你从三禅进入四禅，快乐就会立即消失，完全没有乐受、舍受。如果你们有经验过四禅，就会知道叫舍念，就是没有造作的平等心。四禅的心不造作，而且非常清净，念清净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如果从初禅到四禅你都弄清楚了，以后不管你修密宗、禅宗，任何修法，你都可以用禅定来判断自己的心。修禅定好像是磨刀一样，切东西的效率要看那刀磨得有多锋利。修行时心的效率就是入定有多快。如果今天你坐下来连初禅都上不了，然而却要修大威德金刚，或者修大圆满，或者修禅宗，这样修任何法门都修不好的。你应该知道自己是以散乱的心来修，明白吗？但是如果今天你能进到四禅，那今天修任何法门都很有效，因为你清楚今天的心力是以清净的心来修行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修佛教任何法门，用不同的粗细的心力来修行，得到的功效是不一样的。四禅的清净心是修道人要去争取到的，所以如果你的心无法平静，就去参禅，你只是在胡思乱想。如此参话头打禅期，是胡打，变成烦恼纠缠不清的禅期。为什么呢？心都不能安定下来，烦恼一大堆，是烦恼在参禅，还以为是参禅。修任何法门最终是要修慧，要觉悟，而修慧之前要有定力。佛法说有慧没有定叫狂慧，狂慧的人烦恼很多，还说自己比他人有智慧。因此把禅定掌握好的人再去修炼任何法门都是有所帮助的。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到定是慧的基础，定力不足就去修行高深法门，那么他根本不懂自己用什么心去修。在这里再次强调，一定要修好禅定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